彼得和帕尔。从前有一个穷人，他穷得一无所有，却有很多孩子，还有一只公鸡。他隔壁住着一个富人，他家财万贯，并且有很多只母鸡和无数只公鸡，以及其他的东西。有一次，穷人彼得的公鸡走到了富人帕尔的院子里。彼得的公鸡独自待在院子里，觉得很无聊，于是就去找帕尔院子里的母鸡们。这一幕被富裕吝啬的帕尔看到了，于是他对穷人说：“彼得呀，你想想办法，怎么处置这只公鸡？你要么杀了，要么卖掉，或者从这里带走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我肯定会打杀它。那你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别让它老来我这边。”可怜的彼得很伤心，他想，他是愿意杀了公鸡给孩子们吃，因为孩子们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吃过肉，每个孩子至少能分到一口。但是如果他们吃过好吃的，就不会再愿意吃较差的食物了。最后他想，如果我将公鸡送给大公，他会给我回赠什么呢？于是他就带着公鸡赠送给了大公。彼得呀，你是穷人，你家还有那么多孩子，于你而言，这只公鸡不应该更有用吗？你们可以在家吃了呀。彼得回答道：“我尊敬的大公，我们家里人口多，我有那么多孩子，一只公鸡哪里够呀？我们每人都分不到多少。如果孩子们尝过肉的味道，他们会发现肉的味道比土豆和清汤的味道都要好，以后他们就不愿意吃这些了，他们会一直想吃肉。”那好吧，彼得，午餐的时候，这只烤好的公鸡会端上桌来，到时由你在我们之间来分这只鸡。大公有2个儿子和2个女儿，还有一位妻子，他们总共6个人。吃午饭时，当公鸡烤好的时候，彼得再次来到了大公家。在分鸡的时候，彼得一下子开了窍。他说：“家庭的头脑自然是大公和夫人，我就将公鸡的头和脖子给大公和夫人，我再将2只鸡翅膀给2位小姐，祝他们能飞快找到如意郎君。2位公子的话，我将2只鸡脚分于他们，祝他们能闯出一片天地来。剩下的鸡就由我来解决吧。”于是剩下的公鸡就归他所有了。当然，大公还是奖励了彼得，他给了彼得马匹、手拉车、犁、耙等农作工具，还给了农地，让他可以种植，希望他能够脱离贫困，变得富有。当富人帕尔听到了这消息，很嫉妒，他心想，如果彼得只用1只公鸡就换了这么多东西，那他用5只公鸡得换回多少东西呀？于是帕尔带着5只公鸡去了大公家，但他话语间时常流露出嫉妒的语气。他将公鸡送给了大公，自然大公是欢迎他。大公也知道帕尔是因为嫉妒而来的，因为他也想要丰厚的礼物。大公对帕尔说：“帕尔，你听着，我们中午的时候会吃这5只公鸡，这个得由你来分。如果你没有分好，我会打你50棍子；如果你分得好，我就会给你丰厚的奖励。”当5只公鸡烤熟之后，它们没有切开，而是保留了整只。夫人帕尔走过去的时候，怎么分都分不好，怎么分都分不了。
大公对侍从说：“你们去叫彼得过来。”彼得来了。彼得，这个由你来分。彼得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一直相信圣三一体系，我现在也遵照这个体系执行。大公和夫人以及一只公鸡为圣三一体，2位小姐与一只大公鸡也为圣三一体，2位公子与一只大公鸡也是圣三一体。我这个可怜人和2只公鸡也为圣三一体。”对于这个有趣的分配，大公一家人开怀大笑。大公也赠予了彼得丰厚的奖励。对于帕尔，大公命人打了他，大公打了他50棍子，然后放他离去了。